热搜被张继科风波占据的时候，有一些人借着时机有了动向，其中有几位大众认知里面的劣迹明星突然先后有了动静。王力宏。曾经的王力宏因为李金雷的小作文事业尽毁，他的名字从此就跟渣男、煤气灯效应等词汇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复出的动向。不过近日网上曝光了王力宏和台湾民歌大姐大江蕙一起聚会唱歌的画面，让人非常惊喜的是，林心如和霍建华也在现场。视频中的王力宏身穿土黄色夹克衫和牛仔裤，戴着圆毡帽，蓄着长发，身材保持得还不错。曾自称很抑郁的他，看起来似乎已经走出了阴霾。被前妻李金雷揭发真实面目之后，王力宏在内地的事业彻底画上了句号，各大代言品牌迅速做出切割，广告牌被连夜撤下。当时还有网友担心王力宏的歌也会被下架，但是并没有。霍建华和王力宏私底下是朋友，虽然王力宏已经名誉扫地，但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交情。王力宏这么快就复出了，是很多人都没有预想到的，但是他的演唱会大部分都在国外举行，不敢在大陆举办，高颜值大才子自毁前程，实在是令人唏嘘。郑爽与张恒的家事风波慢慢趋于平静，两位当事人都暂时闭嘴，而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却耐不住寂寞，一直在互联网上撩架。最近，郑爽工作室发文称，将对包含张某在内的8名造谣诽谤者提起刑事诉讼，回击张恒带来的舆论争议。工作室全文没有提及郑爽及张恒的名字，均用他及张某代称两人。除了刑事诉讼外，还对以张某为首的11名名誉侵权者提起民事诉讼，而且郑爽工作室还晒出诉讼单，显示原告是郑爽，案由是网络侵权纠纷，类别属于民事案件。针对郑爽方的控告，张恒尚未表态，他的好友秦朝已经接招，表示面对郑爽及郑爽粉丝的死亡威胁，绝对不会妥协，真理和公德都站在自己身边。秦朝为何要掺和张恒和郑爽的家事？说来也简单，秦朝不仅是张恒的好友，也是圈内人，还有巨大的网络影响力，在曝光郑爽劣迹一事中躲不开他的身影，因此他也一直承受着郑爽一家及其粉丝的攻击。这回与郑爽父亲对撕也在意料之中。当秦朝看到郑爽父亲在互联网上瞎说，便叫嚣着要打他。爽爸看后表示，等他回北京了，等着对方来打，可千万别怂。秦朝直接应战，称不做违法事，想玩就签合同。他还表示虎毒不食子，称看到爽爸虐待孙女孙子的行为，就想往他身上吐痰。郑爽一家种种行为曝光后，相关合作方均解约，个人社交平台账号全部被炸，相当于被全平台封杀。后续几次想要在互联网上复活，都以失败告终。这些公开行为大家都能察觉到，但是郑爽一家私底下的生活状态并不为外人道。在撕爽爸的图中，秦朝透露，爽爸做的一切都是无用功，过去威胁人家给劳斯莱斯，如今没人搭理，国内不受人待见，国外语言不通，都没人跟他们玩，落差非常大。目前郑爽与张恒关于孩子的抚养权官司还没有落地，张恒与郑爽始终是孩子的爸爸妈妈，在互联网把对方踩到尘埃，真正受伤的是孩子，还是希望双方直接用法律解决问题，不要大小事都在网上晒。吴亦凡。去年年底，曾经在娱乐圈叱咤风云的巨星吴亦凡锒铛入狱，一度轰动全网的吴亦凡事件就此告一段落。但已身在狱中的吴亦凡却并未就此偃息旗鼓。近日，他的狱中生活遭到曝光，简直让人大跌眼镜。铁窗之后的生活必定不会好过。据爆料称，吴亦凡曾经多次陷入精神崩溃，精神状态令人担忧。这种消息传出来，让不少人都拍手称快，他们觉得这是吴亦凡作恶多端应得的报应。可是吴亦凡的粉丝们就不这么认为了。事到如今，依然有不少吴亦凡的粉丝毫无理智的去追捧吴亦凡，坚信他们的哥哥清白无辜，迟早沉冤得雪。
在吴亦凡事件刚被揭露的时候，这些狂热的粉丝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房已经塌到了自己头顶，在微博上替自家哥哥大呼冤枉，甚至搬出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出言讽刺一众网友。就算后来杜美竹一众人放出各种实锤来证明吴亦凡的罪行，这些粉丝们依然觉得这一切都是受害者们的污蔑，他们的哥哥最是单纯无害，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来？肯定是被造谣了，受害者们就是想要讹钱，甚至在吴亦凡被拘捕之后，还是有不信邪的粉丝想要去劫法场。这些粉丝甚至放言自己依然会等吴亦凡到2035年永不脱粉。最近一则被爆出的消息更是直接让这些残存的粉丝们炸开了锅，吴亦凡要出书了。据悉已有出版社前去狱中对接此事，可如果他的书真的出版了，受害者们又该如何自处呢？或许在法律层面上，吴亦凡狱中出书并不违法，可道德层面上，这种行为无疑是非常无耻的。若是他的书出版成功，销量肯定会靠着那些依然爱他的粉丝们大爆，他会再次赚得盆满钵满，而受害者们却可能会因此再次被伤害。可也有人认为，犯罪同样拥有人权，拥有悔改的机会。或许他的书中所写是他对前半生的忏悔呢？这种忏悔书出版出来，说不定还可以让大家引以为戒。4. 邓伦4月7号，有网友线上发帖透露自己在北京妙峰山偶遇邓伦前来祈福。该网友表示，当天前来妙峰山上香的游客并不多，整个庙里仅有2拨人，一波是她与自己老公，另一波则是邓伦以及与其同行6、7个友人。从视频中看，由于山上气温寒冷，邓伦特意包裹严实予以保暖，身穿黑色羽绒外搭，下搭黑色休闲裤，头上戴的一顶黑色棒球帽，除了鞋子是白色的，邓伦从头到脚一袭黑色装扮，给其增添了几分冷酷内敛的气质。抵达山上庙堂之后，邓伦便着手准备上香祈福，先是小心翼翼地拆解檀香的外部包装，在此过程中，邓伦全程认真且专注，也没有与一旁跟随的友人攀谈和聊天。正如偶遇网友所说的那样，即便邓伦衣着平常，但因为皮肤白皙清透，仍旧显得格外扎眼，所以自己第一感觉就认出了他。后续过程中，偶遇网友还与邓伦对视了一眼，透露当天的邓伦看上去些许疲惫。随后这位偶遇者还开启直播与网友互动，提到邓伦当天驾驶的是迈巴赫，一行人直接开到了山上。偶遇者还特别提到邓伦当天状态欠佳，满脸红血色颇为明显。此外，偶遇者也透露，与邓伦一行的几人应该是他的工作团队人员。邓伦此次来到祈福圣地妙峰山，大概率也是为自己与家人烧香求愿。自从偷漏税风波之后，邓伦便回归到最初的素人状态，在家人的陪伴下过上颇为安宁的生活。事已至此，本以为邓伦已经接受了自己无法复出娱乐圈的事实，但眼下其工作团队依旧没有解散，这似乎也意味着邓伦依旧没有放弃，不知道他的事业还有没有新的转机。上个月，邓伦在杭州逛街之际也被网友认出，当天的他依旧是一袭黑衣，派头十足，即便依旧极尽低调，还是被一旁的女粉丝轻易认出。看到女粉丝看到自己之后兴奋激动的神情，邓伦表现得略显羞涩，甚至还有几分局促。而后偶遇女粉丝还与邓伦同框合影，或许是觉得自己再度受到过多关注，邓伦似乎还有点不太适应。从近镜头可以看出，邓伦的当下状态十分松弛，出门之际也不会过于在意自己的形象，整个人看上去随性且慵懒。除了头发略显凌乱，刘海软塌没有造型之外，其唇边的胡须也格外强劲，一看就有段时间没有好好打理自己。在此之前，邓伦也被拍到与助理一同出行，被蹲守已久的网友团团围住之后，邓伦同样显得略显紧张，一边徐步前行，一边紧紧拽住助理的胳膊，细节之处足以暴露当时他的心理状态。可以看出，与早前意气风发、自信昂扬的模样相比，邓伦的确内敛与低调了不少。毕竟此前的风波让他一度陷入谷底，在被官方点名批评之后，邓伦原本大好的事业也戛然而止。相信事后的邓伦也对自己的行为充满忏悔，只是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希望通过此事，邓伦能够深刻自省，日后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位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5. 范冰冰。近日，消失许久的女明星范冰冰亮相柏林电影节，一袭国风的白色旗袍依然惊艳。而她此次走上柏林电影节红毯，靠的是一部中国大陆导演执导，在香港制作的韩国女同性题材电影《绿叶》。这部电影讲述了2个绝望的女人在首尔混乱的世界中解放自己，逃离无用的丈夫，并互相帮助的冒险故事。这是一部女同性恋题材的韩国电影，全片也是韩语对白。在这部电影中，范冰冰几乎全素颜出镜，能看得出她为了自己事业的再出发，还是下了很大决心的。由于影片入围2023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全景单元，所以剧组受邀来到柏林。电影节闭幕式上，一身华丽的金色礼服依稀有当年龙袍的风采。通过一些渠道能够看到，范冰冰一直保持着较好的状态，本身也一直在试探着谋求复出。不过，广大的中国普通民众显然还是无法接受一个公然违反法律、逃税漏税的公众人物重新回到舞台中央。总的来说，从艺先从德，没有人品只会遭到群众唾弃。无论你有多大实力，面对广大网友仍然不值一提。